催眠探索的故事，从华丽的城堡到小小的房间，我与自己的相遇，成为自己最舒服的模样。我是米尔猫。那天，我一如往常的走进潜意识的门，来到一座华丽无比的城堡，水晶吊灯闪耀着奢华的光芒。当我走进城堡内，却发现这个城堡空无一物，只有位于中央的一张黄金宝座，一位小小的公主坐在上面，像精致的洋娃娃一样完美，穿着粉色、蕾丝、金丝的华丽礼服，脚踩着昂贵的玻璃鞋，笑容挂满整个脸庞，仿佛是童话故事里所有人期待的公主的模样。金发碧眼，天真可爱，笑容甜美的小公主。公主脸上的笑容完美无瑕，却隐约透着一股不对劲。我感觉到一阵的寒冷，这个城堡里非常的冰冷，连阳光都透不进来。经过一些对话之后，我发现这位公主其实一点都不开心，也一点都不想笑。那笑容不是她真正的表情，只是被要求展现的标准模样。只要我笑，大家就会喜欢我。如果我停止开心，我就会被丢弃。公主这样跟我说，顿时一种无法言喻的窒息感。我想靠近一点点，但公主越来越遥远，心情也越来越沉重。在试着对谈之间，我不太记得是在哪一句话，应该是问到公主有没有想要去的地方。场景忽然就改变了，我们离开了城堡，来到一间只有可能2坪不到的日式的小屋子。这里非常的小，没有闪耀的吊灯，但也没有观众。地板是舒服的榻榻米，空气里有木头的香气。屋内有一盏灯，一张桌子，周围是大自然的环境，有鸟，有蟋蟀的声音，一切都如此的刚刚好，刚刚好的安心。我发现公主华丽的服装不见了，换成一套黑色很朴素，没有任何花样的日式和服，头发也变成了黑色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但肢体却放松了很多。我也感觉到自己松了一口气。公主静静地站在屋子前面，什么也没做。我环顾了四周的环境，好像也可以闻到大自然清晰的气味，一种很自由自在的感觉。好久没有这么放松，这么舒服的感觉。时间来到太阳下山之后，公主躺了下来，缓缓进入睡眠，很难得放松的、安心的睡着了，没有任何表情，但我可以感觉到这是她第一次睡得这么安心。剧情就停在这里，没有新的进展。看着公主熟睡的样子，我脑海中的思绪却开始运转。这些场景很符合我的状态。从有意识以来，很多人都教我
爱笑的女生才有人疼，只要我没有笑，可能就会被打、被骂，所以我只能一直笑着。我即使不笑，也很好。这句话在心里像灯一样亮了起来，有点酸酸的。这里没有任何人，没有人要求我微笑，所以也没有人会因为我不笑了就离开我。过去我花了好多时间，强迫自己穿着不舒服但好看的衣服，努力笑着，扮演开心开朗的人，在别人面前说话得体，从容不迫，做事有效率又亲切。我以为那才是有价值或值得被爱的样子，但其实我只是太害怕自己会被丢弃而已。在这次的催眠里，我领悟到，真正让我感到安心的，不是那个金碧辉煌、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城堡，而是这间没有其他人存在的小房间。虽然很小，但很温馨，让我做回了自己最舒服的模样。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。之后，每当我感到疲惫，我都会回到这间小小的屋子里，放下其他人期待的模样，放下许多的应该，让自己安静的休息一下，即使什么都不做也很好。催眠是一种温柔向内探索的方法，让我回到内在，听见那些被忽略的声音。也许你的心里也有一间小小的屋子，正在等着你发现。我不知道你的内在会带你到哪里，但如果你愿意停下来听一听，或许你也会找到那扇属于自己的门。我是米尔猫，我们下次见。